长汉家族信贷基金100年传承。我在海外有房产，能在温哥华贷款吗？能。金鼎海外贷用海外房产贷出加币现金。大家好，今天是温哥华时间6月16日，欢迎收看本期的港闻播报，我是 Cherry。全球经济衰退迫在眉睫，加拿大科技业出现裁员潮，预料裁员情况恶化，将比2008年金融风暴更加严重。6月15日，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决定将关键利率上调75个基点，市场也普遍预测加拿大央行下个月将大规模的加息。昨天，美联储宣布一口气升息0.75个百分点，为1994年以来最大单次利率升幅，以对抗飙升的通膨。现在，市场对加拿大央行下个月大规模加息的压注迅速升温。虽然央行最近数月已将利率2度上调半个百分点，但行长暗示准备采取更强而有力的行动。加拿大央行行长麦克莱姆上周被问到本国家庭是否能够应付借贷成本上升超过50个基点，他没有做出反驳。这也让市场继续预期央行将采取更激进的行动。加拿大皇家银行 RBC 经济师 Josh 表示，之前认为央行不会将利率提高0.5个百分点以上，主要是因为美联储不太可能激进的加息。但现在美联储做出如此大幅度的加息动作，令他相信麦克莱姆可能更有信心做出同样的动作。加拿大将在6月22日公布下一次的通胀报告，将是加息幅度的一个关键考虑因素。多数经济师预计消费者价格压力将继续高于4月份的年度6.8%，这是1991年初以来的最高水平。彭博社的报道称，麦克莱姆和加拿大央行已经启动了历史上最激进的紧缩周期之一，将隔夜拆借利率从3月份的0.25%的紧急低点提高至目前的1.5%。市场预计到今年年底，利率将至少升至3.5%。同时，全球紧缩信贷的努力加大了北美、欧洲和其他地区经济严重衰退的风险。上周，世界银行对全球滞胀的威胁发出了警告。滞胀是指经济增长缓慢，同时伴随着高通胀。经济师表示，即使经济衰退可以避免，美联储也几乎不可避免地将造成一些痛苦，作为战胜长期高通胀的代价。最有可能的形式是更高的失业率。目前，美国科技行业的裁员和冻结招聘浪潮已经影响到了加拿大，科技业已经出现了裁员潮，预料裁员情况还将恶化。亿万富翁温哥华投资者和企业家马库斯·弗林德甚至形容这将是一场大屠杀，这将比2008年更加糟糕。总部位于多伦多的金融科技公司加拿大银行挑战者 Wealthysimple 表示，公司将面临着市场波动，他们正在裁减13%的员工。首席执行官 Michael Ketchum 说，为 Wealthysimple 工作的1262人中将有159人不得不离开公司。其他几家快速发展的加拿大科技公司今年也已经在悄悄裁员，为可能出现的长期低迷做好准备。包括总部位于多伦多的 Sensible Inc. 已解雇了1/4的员工，为 Shopify Inc. 商家备份数据的渥太华公司 Rewind Software Inc. 大幅度的缩减2022年的招聘目标和推迟下一轮的融资。最近更解雇了6个招聘人员中的5人和其他一些人。多伦多初创公司Get Rescue Ltd. 提供用于管理餐厅维修和保养的数码平台，已裁员15人，约占员工总数的10%。根据跟踪全球科技行业裁员情况的网站 Layoffs.fyi 的数据，第二季度已经是自2020年初新冠大流行开始以来裁员人数最多的3个月。截止时日，有141起裁员事件和25,612人失业。加拿大房地产协会昨天公布5月份全国房市报告，结果显示，房地产市场继续降温。自2月创下历史高位后，全国平均房价已经跌了13%，至71.1万加元。过去3个月下跌超过10万加元。虽然5月份通常是房屋销售的旺季月份，但加拿大房地产协会周三表示，该月房屋销售量急剧下降，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了20%。在2022年4月至2022年5月期间，加拿大 MLS 系统记录的房屋销售量下降了8.6%，这是在4月记录的更大降幅的基础上继续冷却，跌至2019年下半年的水平，仅略高于10年平均线。
CREA 表示，放缓意味着房屋销售现在终于回到了 COVID-19 大流行之前的水平。在包括大多伦多地区、大温哥华低陆平原、卡尔加里、埃德蒙顿、渥太华在内的一些较大的人口普查大都市区的带动下，加拿大3/4的本地市场的销售额均录得下降。2022年5月的实际交易数量比去年同期创下的纪录低 21.7%。2022年5月的销售量略高于5万套房屋，非常接近该月的10年平均水平。大流行开始时，在2020年3月和2020年4月降温后，加拿大房地产市场强劲反弹，销售和销量在过去2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创下历史新高。但是近几个月来，这种势头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因为贷款利率开始上升，使抵押贷款变得更加昂贵，并削弱了买家的购买力。CREA 表示，5月份在其现房交易系统 MLS 上出售的房屋的平均价格为71万1000元，这比2022年2月创下的81万6720元的历史高点下降了13%。CREA 首席经济学家肖恩·卡斯卡特在一份新闻稿中表示，这种情况已经预料到并预测了一段时间，最终销售活动放缓至更正常的水平，房价趋于平缓。根据2022年5月的长期平均水平高于或低于一个标准差，近3/4的本地市场是属于买卖平衡的市场，这是自2019年秋季以来的最大数字，略低于1/4处于卖方市场，而一小部分已经处于买方市场领域。CREA 表示，平均房价数字可能会产生误导，因为它很容易受到多伦多和温哥华等大型昂贵市场的销售影响。因此，与多伦多地产局不同 ，CREA 采纳了另外一个叫做房价指数的数字来跟踪全国房价。CREA 称 HPI 是一个更好的市场衡量标准，因为它会根据住房的数量和类型进行调整。CREA 表示，继4月份小幅下降1.1%之后 ，HPI 房价在5月更加微降0.8%，比平均房价显示的13%的跌幅明显减少。而且，如果按照 HPI 的数据，全国房价与去年同期相比还暴涨19.8%，主要是因为2021年末的涨幅惊人。如果按照实际成交的平均价格进行比较，5月份房价比1年前轻微高出3.4%。大家觉得，到底是 HPI 价格指数还是实际成交的平均房价更能准确地反映加拿大房市的情况呢？保守党国会议员爆料，加拿大总督玛丽·西蒙和随行人员在3月16日至24日往返中东的政府专机上花了近10万元的餐饮费用，平均每人每天吃掉了400元，这还不算在飞机下的餐饮花费。议员质疑这些人花了纳税人的钱都吃了些什么。保守党议员麦克巴瑞特爆料说，西蒙和他的29名客人出访伦敦、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卡塔尔、科威特等国，在政府的 CC150 专机上，单是吃饭就花费了93117.89元。巴瑞特提交意见书，要求政府交出2021年12月1日至2022年4月26日搭乘专机的各种航班细节，包括使用的燃料量和用于燃料的金额。巴瑞特周二告诉 CTV 新闻说，我们一直希望政府能够公开他们的国际旅行费用，特别是在加拿大人无法旅行并且正在经历生活成本危机的时候。文件显示，总督的这次旅行的燃料成本为24万8127.02元。特鲁多总理、方慧兰副总理和其他58人在3月5日至3月11日期间前往伦敦、柏林、华沙等地，餐饮费用花费了5万7401元，燃料费用为19万5265元。在另一次欧洲之行中，特鲁多和其他47人的餐饮费用为4万6018元，燃料费用为11万4255元。Radio Hope 的通信主管 Natalie Barbin 向 CTV News 提供了一份关于总督中东之行期间的餐饮费用的声明。声明说，加拿大军方负责访问期间提供交通服务和与这些航班有关的餐饮服务。巴瑞特说，虽然他了解国家元首在海外的重要工作，但也有必要考虑他们所享受的奢侈程度。巴瑞特说，这些人不是一直在飞机上，我们不知道他们在目的地花费的成本是多少，我们谈论的只是他们在飞行中消费的东西。对于许多加拿大人来说，这笔钱超过了他们每年的家庭收入，而总督在一次旅行中就花掉了。联邦政府需丢弃近1500万剂过期的新冠疫苗，包括2021年捐赠给 COVAX 疫苗共享联盟的近1400万剂阿斯利康疫苗。
温哥华太阳报报道，据上周提交给国会的一份文件显示，政府处置了约120万剂莫德纳疫苗，这些疫苗于2022年3月中旬或4月中旬到期。不过，与政府2021年捐赠其他国家的约1360万剂阿斯利康疫苗相比，这浪费只是杯水车薪。据加拿大卫生部向国家邮报提供的新数据反映，这些疫苗一直存放在制造商的仓库中，直至过期。据报道，联邦政府在2021年7月宣布一系列捐赠疫苗计划，包括1770万阿斯利康疫苗，但当时全球疫苗共享联盟 COVAX 已经有太多的阿斯利康疫苗了。COVAX 是世界卫生组织 GAVI 疫苗联盟和流行病防范创新联盟的一项联合倡议，目标是让各国汇集其疫苗资源，确保向全球的发展中国家公平地分配疫苗。被问到为何联盟没有分发加拿大捐赠的近1400万剂阿斯利康疫苗时， GAVI 通讯主管简恩说，有关疫苗是在 COVAX 正向授权国分发大量阿斯利康疫苗时才抵达的。不过，加拿大卫生部发言人苏莱曼对未能分发阿斯利康疫苗有不同的解释，并归咎于需求低、公众对疫苗犹豫不决和受援国的分发问题，令这些疫苗未获接受。但加拿大将继续与 COVAX 合作，协助解决疫苗接种的障碍。在疫苗开发初期，加拿大与7间制造商签署了价值超过90亿元的预购协议，允许制造商在疫苗存在前保留剂量。此外，协议保证加拿大将获超5亿剂，或足以为每名国民接种10次以上的疫苗。根据上周提交给国会的文件显示，截止2022年4月21日，加拿大采购及获得1.534亿剂疫苗，同时已接种了超过一半的8300万剂。千呼万唤，温哥华港湾终于为广大粤語觀眾朋友們增設粵語新頻道。大家好，歡迎收睇今期嘅港灣報報，我係 Serena。用粵語陪你及時追蹤大溫新聞熱點，一起關注世界大小事。星期2到星期6，粵語新聞定時放送。温哥華港灣粵語台和你閱讀關心大溫與世界。粵語新頻道的鏈接就在下方，歡迎大家前往觀看和訂閱。好了，以上是本期港湾播报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看，我是 Cherry。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您点赞和转发我们的视频，我们下期节目再会。